一把上古先帝用过的本命神剑，却被乞丐随意摆在地摊上贱卖。就算被我用半枚灵石买下，乞丐却暗自窃喜，觉得我是个大冤种。毕竟这把飞剑不仅锈迹斑斑，还残破不堪，就算白送给其他修士，人家都嫌拿出去丢人。可他却不知道，我拥有一块能修复万物的面板，无论是残缺的功法，还是破损的法器，都能逐一修复，哪怕是重伤濒死的天地都能修复回来，并且还能相应领悟对方的荒古圣体。然而此时，我还只是个连灵田租金都交不起的灵职师，也只能咬咬牙花掉5个修复点，将那本重金买来的残次灵羽术修好。可突然，木门被粗暴的一下撞开，梁小子，没死的话就快给老子滚出来！进门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修士汪九，清玉方是出了名的泼皮，仗着练气中期的修为欺男霸女。汪九爷，实在是怠慢了您，刚才睡迷糊了，没有听到门外动静。看着满地的门板碎木，我心中不以为然，脸上却适当流露出恐惧的神情。汪九面色不悦，你上个月灵田租金还没交，今天若是再不交，就给我滚出这里！有钱有钱！我从怀里拿出2枚灵石递了过去，这是上个月的租金，九爷您点点。汪九掂了掂灵石，脸色依然阴沉，眼中怒气并没有消散半分。见状，我又赶忙拿出1枚灵石，恭恭敬敬地放到对方的手里。刚才的是租金，这些是给您的孝敬。收到钱的汪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，不错，真懂事。年底我再多给你几块灵田，好好干，肯定前途无量。说罢，他便大摇大摆地离去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在心中暗骂：等我修复出强大的法术，一定让你后悔。我看向那本灵羽术，着手开始修复。几分钟后，面板跳动，灵羽术已修复。等阶下品木系法术，可牵引天地间的雨水灵气，行云布雨，滋润草木，复苏万物。这是完整版的灵羽术，我激动不已，脑海中涌现出完备的行宫引导图，当即按照口诀修炼。5天后，我走出房间，轻轻结印，手指一指，几道白光飞入天际。片刻后，乌云密布，细雨纷飞，成功了！我感到无比兴奋。灵田中的玄灵草已进入成熟期，价值超过8枚灵石，仅仅一次法术赚得的财富相当于我辛苦工作2个月。我的眼中闪烁着火热的光芒，这回发财了！接下来的10几天，我全心全意打理灵田，直到一株株灵植成熟，堆满了闲置已久的仓库，麻袋都快要溢出来了。目前最紧要的事情，除了售卖这些低阶灵植，还得买到强大的杀伐法术保障安全。想到便做，我当即推开房门，朝着方室走去。刚踏入万法阁，就看到那位熟悉的陈掌柜向我走来。远哥又来了，今天想看什么？陈掌柜，我这次是想出售一些低阶灵植，你们那边的价格如何？远哥你放心，我们这里的东西物美价廉。陈掌柜话说一半，忽然愣住。等等，远哥你说的是要出售灵植而不是购买？他瞪大了眼睛，怀疑地打量我。你灵田平日的收入不是刚好够支付租金吗？最近灵田的产量大增，所以我来售卖一些。我解释道。陈掌柜听后露出了一丝狐疑的神色。远哥，我们这收低阶灵植通常需要大批量，至少20株以上，如果不够可以下次再来。这些够吗？我从储物袋中拿出了超过100株玄灵草。够了，绝对够了。陈掌柜眼中露出惊讶，面上却强作镇定。我去找几个伙计来点数，请稍等。不久后，交易顺利完成。我望着储物袋中30多枚灵石，无比欣喜。接着我又去了另外2家店，将剩余的70株玄灵草售出。最后，我花光了所有赚来的灵石，买了一本残次版的中品法术《庚金剑诀》，以及一件破损的低级法器。看到所剩无几的灵石，我不禁苦笑，但好在收获满满。如果能修复这本庚金剑诀和那件破损的低级法器，我算是赚大发了。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关上房门，在储物袋上轻轻一点，一本厚厚的金线秘籍和一块土黄色的4方盾牌悬浮在半空。看着面板，我心中了然，修复这块损坏的龟纹盾牌竟需要18点修复点，比修复灵羽术高了3倍不止。我瞳孔一缩，莫非是我捡漏了？我目光落在残缺的庚金剑诀上，需投入9点修复点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尝试。片刻后，面板变换，庚金剑诀已修复，等阶中品精细法术，以指玉器，释放灵力庚金剑气，可在10丈之外隔空杀敌。太好了，我总算是拥有一道威力强悍的杀伐之术。我内心涌现出一阵狂喜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敲响，门外出现了一道身穿青色仙裙的曼妙身影，一双如水的眼眸透过门缝瞅着。远哥在家吗？娇媚的声音让人心里酥麻。孙道有所谓何事？我警惕地站起来，打开房门。门外站着的是邻居孙离，平日里总与汪九勾搭，喜欢用身体换取租金。远哥，你可真厉害！昨日瞧见你田地里的灵植全部进入成熟期了，能不能便宜卖我一些？闻到一股骚臭味，我下意识后退半步。好说，这6株贤灵草送你了。远哥，我看到你今日去方氏，可是售卖了上百株贤灵草，如此天资真是羡煞我等。孙离媚眼如丝，好大的胆子，你竟然敢跟踪我！我面露不悦。远哥，人家这是爱慕，哪能说跟踪呢？孙离亲昵地凑到我耳边，吐气如兰，你简直是先天种田圣体，我只想好好服侍你。修仙界凶险万分，能行乐时且行乐，莫要辜负活着的时光。今日就算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，改日再聊。我又取出5株贤灵草递过去。远哥，你真是一块木头，太不解风情了。孙离舔了下嘴唇，收起灵植，恋恋不舍地离去。走出大门，孙离来到十字路口，他看着通往汪九宅院的路，眼神闪烁。良远短短10几日，产出数百株灵草，必有大机缘。乱世之中，自己活下去才是重点。念及于此，他压下愧疚，准备去告密。可几乎同一时间，一道纯白色的庚金剑气呼啸而来，瞬间穿过了他的脖颈。孙离惨叫一声，身躯无力倒地。我从黑暗中走出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尸体，右边是生，左边是死。可惜他选了死路，确认四周无人。我弯腰捡起他的储物袋，回到屋内，我将储物袋的东西倒在桌上。这回发财了，
40多枚灵石，5张一阶下品灵符，甚至还有1张中品。更惊喜的是，还有一柄巴掌长的玉质小剑，这是真正的法器飞剑。我用手指轻轻试过剑锋，心中却涌起惊慌。孙离死了，汪九迟早会发现，若他怀疑到我头上，凭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明哲保身，必须在东窗事发前利用修复点数极致提升实力。今日方士赶集，或许能捡漏到御剑术。于是停歇，我踩着积水来到方士主干道，目光扫过一个个摊位，最终停留在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头面前。摊位上摆着一本被撕了一半的秘籍，写着御剑2字。小友，你可是看中了什么？老修眼神顿时明亮起来。这本是什么？我指了指隔壁那本更烂的，这是脸榕术，烂是烂了点，这也是颇为少见的法术。你要的话，1枚灵石给你吧。脸榕术，我心中暗喜，有了它，我就能改头换面，兜售灵草。1枚灵石你怎么不去抢？小友且慢，你还一口价吧。你真想要，老夫可以便宜给你的。老修急了，也行，1枚灵晶，并且连带着隔壁那本破烂御剑术也给我。卖，老夫对小友你颇有眼缘，你拿去。交易完成，我强压狂喜，快步回到住处。面板弹出，修复残次脸榕术需6点修复值，残次御剑术需21点。我毫不犹豫先修复了脸榕术。脸榕术已修复，等阶下品水系法术，以血为荣，改头换面，打乱气息，可以让人无法相认。太好了，若是东窗事发，这也是逃命的底牌。这时门外又传来敲门声，远哥开门，快点开门，是我啊，我丁博啊。丁博，那个无可救药的毒狗。我皱眉开门，一个浑身散发恶臭的青年窜了进来。我可说好了，我刚交了租，身上是1块灵石也没有了。再者说，你上次欠我3枚灵石还没还我呢。我冷声道，远哥，你一定要借我灵石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碰圣仙丹，我也不赌了，你一定要借我灵石啊。丁博浑身发抖，显然是要引饭了。我也不要多，3块，就3块灵石，我只说一遍，我没钱，我还有事，你请回吧。我将他推搡出去，重重关上门。门外传来丁博的叫骂，梁远，你真不是东西，我找邻里铺的杨哥来评评你。转眼过了大半个月，我化身黑衣斗笠客，在万法阁出手了1000株成熟期咸灵草。客官，你这些都是要出手吗？给我换成灵石吧，300多枚灵石入袋。我甩开身后的尾巴，恢复容貌回到家中。此时距离汪九收租已没几天，而我的修复点数也终于攒够了。御剑术已修复，等阶上品精细法术，神念御剑隔空控物，大成可在100丈之外隔空杀敌。太好了，我总算是能够修炼御剑术，拥有真正的杀伐底牌了。我手都在颤抖。时间来到清明，我刚回到棚子，就见大门敞开，锁头被拧断。屋内，丁博半躺在我的床上，旁边坐着体型壮硕的张扬。哟，远哥回来了。张扬意气风发，我压下怒火，心中杀机一起。丁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竟然带着张扬闯进我家。远哥，你这次可一定要借我灵石啊！现在你一定有灵石。丁博一脸渴望。张扬，你呢？你来作甚？呵呵。丁博手气不好，输了些灵石给我，说你有呢，陪他来找你借点灵石周转周转。张扬眼神狡诈，这样吧，我灵草已经成熟，还没有收割，你们来帮忙收割，卖了灵石借些给你们就是了。我低头沉吟，心中冷笑，林田好啊，管杀管埋当真，哈哈。远哥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走走，我们这就去帮忙收割。来到林田，看到上百株成熟的咸灵草，两人眼睛都直了。我也不要多，就25枚，你借我25枚灵石，明天还你。丁博已经在盘算买多少升仙丹了。远哥，你这是什么？是飞剑不成？张扬忽然看到我手中的动作，我祭出指头大小的精致小剑，绕着指尖飞舞。我特意给你们2位看看，这飞剑不错吧？张扬感到一丝寒意，就要转身想走，晚了，唰的一声，张扬后脑勺一阵刺痛，头颅被飞剑穿过一击必杀。丁博瞬间清醒，通体冰凉，是飞剑从他眉心钻入。丁博倒在田埂边，我收回飞剑，熟练地摘下2人的储物袋。丁博的袋子比脸还干净，但张扬的储物袋却让我眼睛一亮，紫色的炼丹炉、伏笔、傀儡木，还有100多枚灵石，甚至还有1张1阶上品的隐身符。发了，这真是发财了。我迅速收割灵草，掩埋尸体，清理现场。回到棚子，我关紧大门，心中却是一个机灵。张扬只是个邻里铺小工，储物袋为何如此富裕？他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一念至此，我眉头深皱，不仅要提防孙离的死被汪九知道，张扬的死也要提防东窗事发。毕竟他生前来找我，然后就死了，真要和邻里铺掌柜有关系，很可能猜到我。我心里沉甸甸的，尤其是想到汪九那霸道蛮横的性子，一股强烈的危机涌上心头。或许哪怕只是从方室外围搬到方室里去，也还是会被找到。我取出了张扬的储物袋，看着其中的伏笔丹炉，看来只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赚取更多的灵石，才能够安心吧。栽种灵草需要周期，或许可以尝试制服或者炼丹，甚至是制作傀儡。转眼到了翌日，万法阁，一道头戴斗笠的低调身影走了进来。柜台后童颜鹤发的陈掌柜眼睛一亮，认出来这是此前出售大批灵草的客人，正是再次施展脸榕术改头换面前来的我。此前所住的棚子和灵田都不能再要了，我已经收拾好所有东西，准备改头换面住进方室内围。这位客官，您看想要些什么？我没有理会笑容可掬的陈掌柜，反正这副容貌他也不认识，只可惜这脸榕术每次只能施展3炷香的时间。掌柜的，你把那张灵符卖我。我抬眼扫过，看中了一张没有灵力且缺了一角的样符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手记心得。我又买了些制服所需要的朱砂等材料。客官，你确定这灵符是1阶下品的清心符，修炼静心所用，但是非常稀少，还算值钱，很多时候都没有货。这唯一的样符虽然残缺，却也要卖1枚灵石。客官，你可别反悔啊。我知道。我点头，心里却在暗喜，样符可是饭碗岂会便宜，能够找到一个市面上稀缺的灵符去学习，并且还只需要1枚灵石，对我来说必定是
赚了，毕竟我有修复点数。哈哈，好，客官请收好，买好所需，走出万法阁。我快步离开，在一个转角处，脸容术时效过去，恢复原本模样。我直奔方室里头的一座大门敞开的阁楼，万仙楼。这里是方室外围散修，挤破头也想住进来的内围。谁往低处留，人往高处走。这里就是我的第一步。踏入万仙楼，绕过玄关，只见幽深的院子里有假山流水。过桥后看到阁楼如同亭子般的柜台，后头坐着一个风韵犹存的面纱妇人。我心里一跳，闻到一股特殊的体香味，想必这位就是传言里的万仙楼女掌柜了。客官，可是要住房？女掌柜扫了一眼我的修为，略微意外。我要一间房子，不知道需要多少灵石？1个月3枚灵石呢？女掌柜眨了眨眼睛，看到我目光一直盯着她看，顿时咯咯直笑，站起身走来。她身穿玄色长裙，颇为妖娆的扭动胯部。小友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一开目光，心跳加速，但我很快稳住心神，注意到女掌柜的面纱之下似乎有伤势，近乎于毁容。我一副认真神情说道：“我只是见到掌柜的面纱之下似有伤势，不巧，我曾经机缘巧合见到过医治此伤势的医术。其实我哪里见过什么医术，不过是我的修复点数能够修复一切，包括伤势，但我没有明说我有办法。许多事情需要徐徐图之。当真？”万仙楼女掌柜闻言心头巨震，此伤势跟随她多年，甚至是一种毒，哪怕有灵石也找不到医治方法。这是真的。我回头去找找看能否找到此医术。当下还请掌柜的给我一间房子。好，小友你先住下。女掌柜回过神来，惭愧笑道：“是我失态了，小友，奴家名叫楚三娘，你要是不嫌弃，称奴家一声姐姐也可以。姐姐可等你好消息，只要能够治好奴家的脸，奴家什么都满足你。”眼神仿若丝线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误会了，我要是能找到此医术，可不敢提什么要求，还请姐姐给我带路。哥哥，你还挺懂人情世故，你放心，姐姐不会亏待你。走，随姐姐来吧，亏待你。走，随姐姐来吧。住进万仙楼后，我也没有闲着，当即又出门施展脸容术寻找丹方。如今的青玉方式对我来说越来越危险，唯有不断的往上爬，爬得足够高才能睡个安稳觉。傍晚，浓雾弥漫，我没找到丹方，容貌恢复后快步回万仙楼。大门前，赫然与人迎面相碰。梁远一声惊讶的呼喊，我眉头深皱，暗道不妙，想要装作没听到，却被追来。怎么，远哥如今发了财，不在外围棚子待着，住进了万仙楼，就不认得故人了？陈阳，我有事，匆匆回来没有注意。我挤出一抹笑容，此人面相姣好，一副富家公子模样，实则是个抛下尊严的牛郎。对于这种人，我一般敬而远之。我还有事走了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。呵呵，远哥，你还真是大忙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，丁国和张扬已经死了，命魂灯都灭了，还有你原本的邻居孙离，尸体也被找到。你说此事与你有没有关系？我知道你对我此人有看法，殊不知我也是为了生存。修仙凶险可不是打打杀杀，需要人情世故，你说呢？陈阳手中折扇一抖，哗然打开，赫然写着人情2字。我心里狠狠一颤，这陈阳知道许多，甚至在敲打我，想要以此要挟我。我眼中杀机隐现，旋即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。小友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不如来陪姐姐坐坐。正是楚三娘缓步出门。不了，我先回去。我没有多说，当即离开。陈阳一愣，见到我和楚三娘关系似乎不简单，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开口。回到房间，我关紧房门。陈阳知道我底细，恐怕已经猜到是我下的杀手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有时间做些什么？我拿出清心符的样符以及制符材料，面板跳出，当前可修复法术。破损的清心符样符可投入3修复点进行修复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修复。片刻后，清心符的样符已修复，等阶一阶下品水系灵符修复好了。有了这张样符，我当即就能够制符，并且我画的灵符将没有失败率，因为哪怕失败，我也能用1点修复点复原废弃灵符。我当即画了3张，虽然都失败了，但修复后全是顶级成品。我再次出门，施展脸容术将灵符卖给陈掌柜，赚了45枚灵石。随后，我硬着头皮走进赫赫有名的药王阁，目光扫过，我停留在了一个废弃丹方的描述上，需要的灵石竟然只有3枚。找到了，我付了灵石，收起这个名叫淬体丹的废弃丹方和一些材料，转身就走。回到万仙楼门前，对面的面铺里有人喊住我：“远哥，真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不知可否赏脸前来一聚？”正是牛郎陈阳。我心里极其不情愿，但既然动了杀心，那就去会会他。远哥，你得帮我牵线，介绍我给万仙楼掌柜认识，你看如何？牵线，介绍我给万仙楼掌柜认识，你看如何？陈阳压低声音，言下之意，如果不帮他拉皮条，就会暴露我的行踪。我心里痛骂，却也没有急着拒绝。我考虑一下吧，没什么事，我回去了。远哥，你还要考虑？陈阳眼中不悦，终究是故友，既然相逢，我得请客，就在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铺子，你看如何？否则我恐怕要去邻里铺一趟。好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那么说定了，今晚我们不见不散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门清，相约方室外围，还是晚上？居心不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将计就计，成全他吧。月黑风高夜，方室外围，陈阳坐在棚子下，看似一人，实则附近埋伏了几人。他低头暗笑：“梁远啊，梁远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杀了你我也心安理得。”很快，他微微皱眉，埋伏的人忽然没了动静，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引起他的警觉，猛然站起，却看不到人影，额头冷汗滑下，心里涌现一个可怕的可能。隐身符，扑哧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一把飞剑赫然闪过，陈阳的头颅滚落在地，杀人者始终没有现身，只留下冰冷的尸体。储物袋已不翼而飞。远处，我压了压斗笠，快步回方室内围。不过是你想杀我，我要灭口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回到万仙楼房间，我倒出4个储
物袋的东西，零食358枚，尤其是陈阳一人独占310枚。忽然，我在陈阳的储物袋里发现了一本残缺秘籍《洞玄经》双修的破损功法，我不禁脸红。这牛郎玩的真花！面板跳出，当前可修复秘籍，残次的洞玄经可投入9修复点进行修复。跳出，当前可修复秘籍，残次的洞玄经可投入9修复点进行修复。我想了想，选择了修复。片刻后，洞玄经已修复，等阶中品秘籍，以气引动经络，交融2级之力，助力修炼者提升修为境界。我为什么要修复这功法来着？我脸色一红，旋即一本正经的收起剩下的3点修复点，顺手修复了淬体丹的丹方。转眼1日，清明刚过，细雨绵绵，青玉方室笼罩在一片烟雨中。我早早起床，直奔万仙楼的炼丹房。刚到门口，房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。掌柜姐姐，我有些意外，但想到她脸上的伤，苦言炼丹之道也在情理之中。哥哥，小友这般早就起床来炼丹吗？我来看看。姐姐丹药成了。今日又浪费了一炉的材料，只炼出来3枚废丹呢。楚三娘口中说是浪费，却毫不心疼。她抬头见我目光炯炯，笑得花枝招展。小友，你这是看哪里呢？没有。我脸色一红，在这风韵犹存的女掌柜面前，显得有些轻质，清了清嗓子，我解释道：其实我是看到姐姐你手中的废丹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卖给我？我有需要。这废丹对旁人一文不值，对我却是宝贝。你想要啊？拿去便是。姐姐这本来就是增气丹的废丹，诺，快拿着。她捧着我的手，亲自将3枚丹药放入我掌心，肌肤接触我心底一颤，感受到一股难以想象的柔软。那就多谢姐姐了。收起废丹，我心中震动。增气丹是一阶上品丹药，炼气初期突破的最佳辅助。念及此处，我呼吸急促，决定拿下这份人情。辅助。念及此处，我呼吸急促，决定拿下这份人情。姐姐，半个月后，我给你看看伤势，我有8成把握能够治好。你说真的，你能治好奴家的伤势？楚三娘原本在挑逗我，闻言芳心大颤。你要是治好奴家的脸，奴家一定给你补偿。她脸颊通红，眼中泛起2滩春水。我半个月后再来寻姐姐，不敢再逗留，我转身回房，关好门窗，我取出废丹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8，当前可修复物品，废弃的增气丹3枚，可投入6修复点进行修复。1枚废丹需要2点，我毫不犹豫直接修复。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增气丹无瑕，品质极高，初次服用增加3年寿命，无瑕品质。我压住心头，狂喜吞服1枚。5星朝天，丹田中灵气沸腾。我的一声，我赫然突破到了炼气3层，浑身舒爽无比，还剩下2枚丹药留作后用。半个月一晃而过，修复点数恢复，是时候赴约了。出门填饱肚子回城，路过半掩门时，一名女散修探出头和我四目相对。哟，远哥，竟然是你！进来玩会吧。我心底一沉，扭头就走。这是同乡梁从南的妻子宁宣娇，夫妇2人回乡时曾是我羡慕的对象，没想到竟在方氏做这种皮肉生意。远哥，你别走啊，同乡一场，进去玩玩吧，给你打个半折。身后传来梁从南的呼喊，我只觉一阵恶心，迅速消失在人流中，回到了万仙楼。亭子里，楚三娘早已等候多时。小友，你来了，来，坐姐姐旁边这里。我走上前，闻到一阵香风，硬着头皮坐下。小友，我便叫你弟弟吧。楚三娘有意无意的靠过来，眼神如丝。皮坐下。小友，我便叫你弟弟吧。楚三娘有意无意的靠过来，眼神如丝。奴家一人走到今日，成为这万仙楼的掌柜，经历了多少，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呢。不过有一点我能够肯定，奴家这些年来都还是处子之身呢。气氛瞬间暧昧到了极致，我呼吸急促。不是，姐姐，你说这些作甚？哥，姐姐是想告诉你，这都因为脸上的伤势。楚三娘转过头，目光灼灼。弟弟，我的好弟弟，只要你能够治好我脸上，姐姐可以是你的人哦。我喉咙滚动，姐姐，我先看看你的伤势，然后就治疗。那姐姐就献丑了，希望弟弟你可别嫌弃姐姐。她解开面纱，露出嘴角下那片黑色的古怪伤势，那是丹毒。我伸手触碰，当前可修复法术黑丹毒的伤势，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，竟然只需要2点，我直接修复。片刻后，黑皮褪去，一张精致无瑕的脸庞映入眼帘。我的脸怎么了？楚三娘感到一股直击灵魂的酥麻，连忙取出镜子，我的脸好了，哈哈，好了，终于治好了。她喜极而泣，猛地站起。弟弟，你不会是药王谷的弟子吧？你怎么有这本事？这是什么医术？竟然一触摸就好了。姐姐没事就好，这医术另有玄妙，也就是触摸一下，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什么了，触摸就行了，会不会还不够？楚三娘定定地看着我，抿着红唇，弟弟，我可是说过要好好补偿你，报答你的，况且也许只是触摸一下还不够，奴家还怕会反复，不如我们进去你的上房里，你再给奴家好好治治。奴家还怕会反复，不如我们进去你的上房里，你再给奴家好好治治。你说了好呢。还没等我反应，就被他拉进了房间，啪嗒一声门关上了。1天1夜过去，我悠悠醒来，只觉浑身乏累，仿佛被掏空。一沉丹田一看，我差点跳起来。炼气4层，昨晚一夜双修，配合那本洞玄经，竟然让我又突破了一个小境界。楚三娘早已离去，床上留下一滩血迹和一个精致的储物袋。打开一看，2000枚灵石，还有隐身符、金刚符、大力符，这报酬太丰厚了。有了这份人情和资源，我终于有了应对危机的底气。洗漱出门，刚到玄关就被人叫住，远哥，我昨日见到的果然是你。宁宣娇衣衫单薄的站在那里，眼神妩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凑近压低声音，我要不是昨日陪客人前来这万仙楼，还不知道你竟然也住这里，并且你不仅当了牛郎，给傍上了楚掌柜。什么？我大怒，你啊也不小了，也体会到了修仙的不易，这没有什么可害羞的。走吧，你梁叔就在门外等着我呢。许久不见，又毕竟是同乡的，我们请客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们了，别忘了来半掩门光顾我。这时梁从南也走了过来，远哥真的是你，走，叔带你去吃点好吃的。打住，我还有事。我挣脱手冷声道，从南叔，你们记住，别提及见过我，尤其是别让邻里铺掌柜知
知道我在这，更别提及我，否则会出大事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说完，我迅速离开，躲进巷子，贴上了隐身符。我不放心，悄悄跟了上去。主干道岔路口，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叫住了夫妇二人。邻里铺的掌柜张怀仁，我汗毛倒数，这可是筑基期修士。邻里铺的掌柜张怀仁，我汗毛倒数，这可是筑基期修士。只听梁从南笑道：“哈哈，张掌柜的，你也算对我们夫妇有恩，我也是走你老路。对了，刚才我们还见到了梁远这小子，有空我们带他去河拜见探望你。”我心头一凉。你说远哥他在哪？张怀仁笑眯眯地问。看来他果然是想杀我，我不敢久留，转身欲走。身后突然传来细微的灵力波动，回头一看，瞳孔骤缩。梁从南夫妇刚才站立的位置只剩下2滩血水。他杀了从南叔，我强压恐惧逃回万仙楼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张怀仁竟然如此心狠手辣，杀人如草芥。半个月后，细雨淅淅，我施展脸容术，带上斗笠，混入方士赶集的人流。目光扫过，我看到一个摊位前盘坐着一名白衣女子，气质出尘，面前摆着制作傀儡的材料。我储物袋里正好有一截沉香红木，或许可以看看有没有炼制傀儡的法门。女子的摊位上恰巧有一本制作傀儡的手抄，却浸泡了水，字迹模糊。这位公子，你可是看中了这本傀儡手抄？这其中可是记载了一阶上品傀儡的炼制法，只不过浸泡过已经模糊了。我故作惋惜，心里却是一阵惊喜。多少灵石？1枚灵石，不便宜点，我不讲价。女子神情坚定，我不再犹豫，买下手抄，顺便又买了不少炼制材料混淆视听。公子，你也深谙傀儡炼制？女子有些蜥蜴地问道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傀儡损坏，想要找人修复。你要是深谙精通傀儡，可否帮忙？我损坏想要找人修复，你要是深谙精通傀儡，可否帮忙？我心中一动，却并未把话说满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深谙此道，不过我当下没有时间，告辞。那太可惜了，公子，你要是愿意，可否卖些傀儡给我？傀儡稀缺，万法阁也缺货，我短时间内需要傀儡。再说吧。我身形一晃，消失在人群中。回到万仙楼，我眉头一皱，门前竟然站着那个浓妆艳抹的女散秀。哟，这位公子，我见过你好几次了，你就住在这边吧。奴家有些口渴了，方不方便让奴家进去蹭口水喝呢？抱歉，不太方便。我冷冷拒绝，直接从她身旁走过。这女人来路不明，我若连这点防范之心都没有，早死800回了。女散秀气鼓鼓的离开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是啊，一声关上门，里头当即传出一名男子的声音：“蔡珊，我的好妹妹，那小白脸有没有心动？”哥，那就是个蔫货，根本不敢和我对视，要不然我们非得把他讹个精光不成。那小白脸这么怂，哈哈，这不算是坏事，说明他怕事。你再加把劲，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的，我蔡光再把他抓个现行，到时候还不是认我们兄妹宰割？原来是仙人跳。我躲在屋里，拿出那本进水的傀儡手抄，当前可修复法术，残次的傀儡心得手抄，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，竟然只需要1点。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傀儡心得手抄，上品，包含1阶下品、中品、上品多重傀儡炼制心得，真是捡到宝了。紧接着我又取出那块龟纹盾牌，当前可修复法器，损坏的龟纹盾牌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，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龟纹盾牌2阶下品，可抵挡筑基初期的普通1击。盾牌2阶下品，可抵挡筑基初期的普通1击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了防御筑基期攻击的底牌。为了应对危机，我决定炼制傀儡充当眼线。翻看手抄，我选中了傀儡去。半天后，看着眼前歪头歪嘴的失败品，我淡定地投入2点修复点，修复成功。1阶下品傀儡麻雀，灵珠作眼，可飞行100丈窥探地面。咔咔咔，傀儡麻雀振翅飞起，栩栩如生。我操控它飞出窗外，借它的眼睛俯瞰方式。接下来，我又炼制了2个攻击型的1阶中品傀儡，刀手和弓箭手。天色渐暗，我再次来到那个女子的摊位前。你竟然能够制作1阶中品傀儡，还是攻击型的，并且在1天之内制作完成，还是无瑕的品质。女子震惊地站了起来。为首熟耳，公子，都是你制作的。女子深吸一口气，是我失态了。1阶中品傀儡价格一般都是80枚灵石，我都要了，给你200枚，并且我需要傀儡，你能不能再给我制作些傀儡？灵石不是问题。行，交易完成后，我们来到一处面铺，认识一下，我叫何玉，我姓梁，你叫我梁道友就行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傀儡宗的外门弟子，奈何我的傀儡炼制的成功几率太低，傀儡稀缺，万法阁也缺货，所以我需要傀儡。傀儡宗弟子，难怪出手阔绰。我有事要先走，你需要傀儡，其实我可以帮你修好破损的傀儡，但需要准备些时间。你先想想价钱，过2日再来。我最近都藏身这方事。何玉抿了抿嘴唇，梁道友，此事关乎我性命，颇为重要。如果你帮了我，我愿意和你彻夜钻研傀儡。此事关乎我性命，颇为重要。如果你帮了我，我愿意和你彻夜钻研傀儡。回到万仙楼，我刚关上门，脸色便是一沉。傀儡麻雀发现我被人跟踪了，正是那个蔡珊和他的哥哥蔡光，他们跟到了我房间附近。哥，就是此人，错不了。他不仅是个蔫货，应该还得罪过人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呵呵，这小白脸能够住进来万仙楼，说明他的储物袋里一定有很多灵石。妹妹辛苦你了，你牺牲一下色相，哪怕让那小子尝尝鲜也在所不辞。一定要把他给讹了。哥，我辛苦啥？这小白脸挺俊的呢，我也不吃亏。我冷笑一声，动了杀心。咚咚咚，忽然传来敲门声。傀儡麻雀看到门外是楚三娘，门打开，楚三娘没戴面纱，一身白纱衣，眼神拉丝。我的好弟弟，多亏了你，我可算是好了，我欠你的可还没有还清呢。2个时辰后，楚三娘满足的下床，看到窗外飞回的傀儡麻雀，惊讶道：“
好弟弟，你竟然还会炼制傀儡！他从储物袋取出一本手抄，诺，给你，这是我以前得到过的一个2阶傀儡术，能够炼制一种2阶傀儡，你有兴趣可以研究下呢。2阶傀儡黑虎还能当坐骑，那就多谢姐姐了。楚三娘走后，我埋头研究数日，修复点数恢复到了20点，是时候出去了。刚出门就撞到了蔡山，这位公子又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挺有缘的呢。他带着甜蜜的笑容有意搭讪，姑娘，你也住这？是啊，挺有缘的。我故作惊喜的配合着，公子休闲寂寞，认识一下吧，我叫蔡山，今晚我们一起逛方室，不知可好？今晚我们一起逛方室，不知可好？甚好，晚上我在此等你。告别蔡山，我躲在角落放出傀儡麻雀，只见蔡山兴奋地跑去一家茶楼，那里除了他哥哥蔡光，竟然还有汪九。原来汪九也是这仙人跳的一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反而如释重负。既然汪九也在，那就一起了结吧。我转身走向约定的面铺，何玉已经在那里等候。梁道友，你来了，走，换一个地方说话。何玉带着我往万仙楼走，他竟也住在这里。原路返回，我的脸容数失小，只能以真面目示人。刚进万仙楼，迎面撞上了楚三娘，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。我的好弟弟，你这是……姐姐莫要误会，我与这位道友只是交易傀儡而已。看到我带着年轻女修回来，楚三娘眼中泛着幽怨。听我解释后，她脸色才缓和下来。何玉的房子就在对门，回到屋里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她有些脸红。梁道友，你和掌柜什么关系？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随口搪塞，何玉也没深究，性格干脆利落。他玉手一拍储物袋，顿时豪光闪过，20多个奇形怪状的破损傀儡散落一地。这都是你的傀儡？我看着那些残留着火烧刀劈痕迹的傀儡，心中暗惊。从损伤程度看，他的敌人起码是炼气后期。道友，你看能修好吗？能。我斩钉截铁道，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，修复点数不够，这是个问题。梁道友，你放心，临时管够。何玉咬了咬牙，红着脸说道：“道友，你真有这本事，我可以考虑和你结为道侣。”我颇为意外，宗门弟子也搞肉偿这一套。不过为了应对今晚的危机，我确实需要借助他的力量。梁道友，你看如何？你放心，我洁身自好，年纪刚到20，还留着手工杀，绝对不会让道友嫌弃。何道友，我其实也有个不情之请。首先，傀儡我能修好，我今天就能修好一些。我压下心头火热，正色道：“今晚我有一场恶斗，能否借你一个强大的傀儡做底牌？放心，有你操控，我也拿不去。今天就能修好一些傀儡。”何玉指着其中一个长着翅膀的狰狞老虎傀儡，梁道友，这就是我最厉害的傀儡，2阶下品。你今天真能修好？真要如此，我可以借你，由我操控就是了。你只要当天修好，零食1分不少，并且我当晚就能给你。我点点头，走向那具如虎天翅傀儡。当前可修复物品，破损的傀儡如虎天翅，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。那个何道友，不如你先转过去，不得已神念窥探，我修复一下，好了你再转过来。好。何玉封锁60转身，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傀儡如虎天翅，2阶下品，光芒散去，断腿和折翅完好如初，傀儡修复好了。什么这么快？何玉回头惊得捂住了嘴，这怎么做到的？我笑而不语。夜深人静，青玉方施主干道：“我和蔡山并肩而行，他衣衫单薄，浓妆艳抹，有意无意地蹭着我。梁哥哥，我房租没交，今晚我能去你那儿过夜吗？”当然可以，哥哥今晚好好疼你。走到四下无人的尽头，我配合着演戏。小贼，放开我妹妹！蔡光提着大刀冲了出来，怒喝道：“小贼，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妹妹？搞我妹妹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你说此事怎么解决？”啪啪，我拍了拍衣服，卸下伪装，可算是来了。早就怀疑你们是仙人跳。蔡山也不装了，坏笑道：“哥，这小白脸竟然还猜到了，挺聪明的，我挺喜欢的呢。”蔡光狞笑，呵呵，小子，遇到我们算你倒霉。不过仙人跳你是没有福分了，四下无人，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离开吗？有什么遗言你就说吧，一会你可没机会了。先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吧，我叫梁远。梁远有点熟悉，你就是汪九找的那个梁远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头巨大的傀儡虎猛然跃出。不好，这是什么？2阶傀儡的威压让蔡光头皮发麻啊！利爪挥过，蔡光当即被腰斩。蔡山想逃，却被一爪拍碎。我收起2人的储物袋，看向暗处，来了吗？梁远，你个杂碎，竟然是你！汪九拖着万寿塔狂奔而来，满脸震惊与暴怒。他没想到，当初那个唯唯诺诺的散修，竟然杀了他的同伙。我双眼赤红，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。啪！隐身符发动，我消失在原地。嗖！2阶飞剑破空而去，直取汪九脑门。发动，我消失在原地。嗖！2阶飞剑破空而去，直取汪九脑门。什么？汪九大惊，举起万寿塔格挡，给老子死！他凭直觉轰击，却被我的2阶龟纹盾牌挡下。这是2阶的防御性法器，并且梁远的修为真至了炼气4层。汪九慌了，是飞剑贯穿他的眉心。我解开隐身符，走到尸体旁，捡起储物袋和万寿塔。何玉收起傀儡走出来，满脸惊讶：“梁道友，你竟然还会御剑，并且那把还是2阶飞剑，就连我都没有。”先回去。何玉抿着嘴唇，鼓起勇气：“梁道友，我之前说过你帮我修复好傀儡，我和你结为道侣，不如今晚你在我哪里过夜？”我心中一热，微微点头。一夜春宵，翌日清晨，我揉着后腰醒来，何玉背对着我莞尔一笑：“梁道友，如今我们的关系也不必这么生硬，我就叫你公子吧，你叫我小玉。”好，小玉，你的气息我突破了，多亏了你的那本洞玄经，我心情舒畅，查看起汪九的储物袋。公子，这法器似乎是用来收服灵兽的，能够将灵兽装进其中，一般都是万寿山的弟子在用，这汪九也许和万寿山有关。何玉指着万寿塔说道。我又翻出一枚灵符，这个我认得，是传讯符，上面写着青玉2字，恐怕是联系青玉方氏主人的传讯符吧。我心中一动，汪九已死，我可以借此机会承包外围灵田，青玉方氏外围。我和何玉来到一处养殖灵兽的棚子前，火鸾鸟，远哥儿，你来要买灵兽不成？棚主凌晨迎了上来，满脸苦涩，我租金都快要交不起了。林叔，这几个火鸾鸟是不是生病了？不完全是，准确来说是火属性的血脉病，
挺过去了还能提升品阶呢。这火属性的血脉病，挺过去了还能提升品阶呢。哎，几乎都挨不过去，死之前没有卖出去，我就得亏掉。那好，我买个生病的吧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你挑一个，我正要挑选。远处突然传来轰鸣声，不对，林叔，你赶紧回去，恐怕是有人声东击西，偷你的灵兽。林城急忙跑回去，却还是晚了一步，灵兽被洗劫一空，只剩下几只病灵。天杀的，哪个丧尽天良的偷我灵兽？出来我和你拼命！究竟是谁？林城崩溃大哭，我眼中闪过寒光。林叔，你先消消气，把那只生病的给我，我有办法把贼人引出来。你真能找到他们，能找回来我的这些火鸾鸟？公子，你真有办法。我接过那只病恹恹的火鸾鸟，当前可修复物品，火属性血脉病的火鸾鸟，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，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火鸾鸟极品，2阶下品，拥有青鸾血脉，可进阶。火鸾鸟瞬间精神抖擞，羽毛金光熠熠，轻易地蹭着我的手。极品的品质，2阶灵兽，将来还有机会进阶。真的假的？何玉捂住了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火鸾鸟的火属性竟然这么强烈！林城看得目瞪口呆，心都要碎了。林叔，你听我说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。我低声说出计划，这法子可行。林城眼中迸发出仇恨的光芒，真要找到人，他一定拼了老命也要留下他们。林叔，我先回去了。灵兽认我为主偷不走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救出来他们的。我为主偷不走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救出来他们的。我没有久留告别林城，我并非圣母，帮林城是为了长远打算。灵里铺掌柜张怀仁是筑基期修士，一心想杀我。汪九的万寿塔又牵扯到万寿山，危机四伏，我必须主动出击。汪九储物袋里的传讯符给了我机会。回到万仙楼，我关好门，取出传讯符。小玉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在坊市外围租地，你的傀儡我修复起来需要时间，你有没有别的想法？何玉自然支持。我渡入灵力传讯符亮起，何事？前辈，我想租地，你在何处？晚辈在万仙楼。好，你在门前等我。不久，一老一少2道身影出现，老人黑袍白发，神情严厉，少女15、16岁，眼神灵动。何玉传音道：公子，那就是方氏之主吗？奇怪，他应该筑基了却，丹田破损，修为尽失，拥有强大的肉身，丹田受损。我心中激动，我有修复点数，这可是天大的人情，但我必须沉住气。老人自称方老，一番商讨后，我交了5000灵石押金，租下了300亩地。方老带着孙女离开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忙着打理承包地，同时用傀儡麻雀监控四周。散修们得知我承包了土地，纷纷阿谀奉承。我来到林城的养殖场，贼人终于来了。林城正愤怒地大喊抓贼。远处山林里，一对父子正躲在石头后窃喜。嘿嘿，太好了，2阶灵兽到手了。儿子，我们发了。中年男子尖嘴猴腮，正得意洋洋，忽然脸色骤变。儿子，你快走！噗，飞剑穿心而过。少年惊慌失措，刚想逃跑，飞剑已从后脑勺穿过，心而过。少年惊慌失措，刚想逃跑，飞剑已从后脑勺穿过。我和何玉现身，收起储物袋和兽环法器，爽了！凌晨赶来，对着尸体狠狠踢了几脚，拿回失而复得的灵兽，对我千恩万谢。我收回极品火鸾鸟，告辞离开。我们走后，方老带着孙女方如霜出现，得知我能治疗灵兽血脉病，方老心头巨震。爷爷，那不是刚跟你承包的人吗？他真有这能耐。不急，2个月后，夏天，我赚得盆满钵满，却依然谨慎。今日赶集，我在万仙楼前看到了摆摊的方老。方老，他怎么在此？我走上前，看到摊位上有一卷烧毁过半的阵图。小护山阵法，小友，我认得你，最近可好？见过方老前辈，这个多少灵石，你我有缘。这阵图损坏给你，就是不收你灵石。我收起阵图，心中明了，他这是想请我医治丹田了。方老前辈，我便先回去了。我转身回楼，刚进门，楚三娘便迎了上来，瞥了一眼何玉，小玉你先回去。何玉乖巧离开，楚三娘挽着我回房。一番云雨后，她告诉我方老的底细，原名方先信，曾是筑基后期大修士，因死战丹田受损。送走楚三娘，我正欲修复阵图，忽然神情一动，傀儡麻雀被人打下来了。我出门一看，假山后走出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，恼怒道：告诉我你是谁，用傀儡窥探于我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我认得他，牛一之，炼气后期，正和灵里铺老板娘张夫人偷情。我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，回到房间。我修复了麻雀傀儡，又取出阵图。当离开回到房间，我修复了麻雀傀儡，又取出阵图。当前可修复物品，废弃的护山阵图，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小护山阵法，极品，范围横跨100亩地，可抵挡筑基期以下修士。我惊喜万分，立刻去找何玉。何玉还在赌气，看到阵图后惊得捂住了嘴。公子，你这阵图不是毁坏的，我运气好，得到一种药水能够修复，太好了。公子，你运气也太好了。不，这是机缘。何玉手指在我胸口画圈，眼神暧昧。一番双修后，我体内灵力激荡，啵的一声突破到了炼气7层。我突破了，以后我也是炼气后期的修士。恭喜公子！我们立刻前往外围布阵。阵成之时，方老心有所感，爷爷，是阵法的波动。方如霜闯进房间，如霜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不好阵法。我和何玉准备回万仙楼，傀儡麻雀发现牛一之在跟踪我们，我将牛一之和张夫人的事告诉何玉，还真是奸夫淫妇。公子，他还跟着我们吗？小玉，等我片刻，我要杀个人。牛一之自信满满的跟在后面，嘴角挂着冷笑，哼哼，小子，要怪只能怪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，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突然，四周起了浓雾，不好，是阵法。
他脸色大变，转身欲逃，一道银光划过，人头落地。人还是要走正路，偷人什么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被打死。我和何玉走到牛一之的尸体旁，我取下储物袋掂了掂，不愧是张怀仁的奸夫，储物袋里零食满满当当。我取下储物袋掂了掂，不愧是张怀仁的奸夫，储物袋里零食满满当当，少说也有1000枚。小玉，我们发了，见者有份零食给你一半。何玉凑过来一看，也是眼睛一亮，我脸色一变，猛地拉紧储物袋口子。操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这贱人奸夫真是什么都敢要，这不是害死我吗？储物袋里赫然躺着一枚金光熠熠的4方印章，筑基期本命法器金刚印。这牛一之真是色胆包天，连张怀仁的本命法器都敢拿。公子如何了？这法器是我一死敌的本命法器。我将恩怨说了一遍。何玉惊讶道：“岂不是说这是烫手山芋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把储物袋都扔了？我有办法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收起阵法，直奔内围。万仙楼凉亭，残阳如血。我将方老爷孙2人请来。方老前辈，我听说了你的伤势，实不相瞒，晚辈有一手医术专治此等伤势。我开门见山。方老一愣，随即激动起来：“小友，你真有办法？你真要能治好我的丹田，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，包括我这水灵灵的孙女。”方如霜脸颊通红，跺了跺脚，我喉咙滚动，腰间却被何玉狠狠掐了一把。小友，你说吧，我知道你也有求于我，我确实有一事相求。我取出牛一之的储物袋，说明来意。方老前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剔除此法器之中的神念，让我占为己有。方老看了看金刚印，瞬间明白我得罪的是谁。这简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强行损坏。小友，你可想好，你真要这么做？行，有劳方老前辈。方老布下阵法屏蔽感知，用骨头法器敲碎了金刚印。远处，张怀仁吐出一口鲜血。方老布下阵法屏蔽感知，用骨头法器敲碎了金刚印。远处，张怀仁吐出一口鲜血。多谢方老前辈，前辈，你帮了我大忙，我答应你，我必定能治好你的丹田。不过，我需要一些时间，我需要先用修复点数修复金刚印，剩下的再给方老治疗。好，你所需要时间我等得起。如霜，给我取来一张天雷符。小友有仇敌在这青玉方士之中，不能有事了。我接过2阶下品天雷符，心中狂喜，这次真是赚大发了。夏日炎炎，我回到万仙楼，心中危机感愈发强烈。张怀仁本命法器受损，肯定会发疯般寻找凶手。梁远是你，一定是你，一之的命魂灯灭了，一定是你做的。说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你杀了我的意志？一道沙哑愤怒的声音传来，我转头一看，竟是张夫人。她衣衫不整，怒发冲冠，指着我大骂：“张夫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说我干嘛了？”牛一之是谁？我冷冷否认。你，哼哼，就是你还装傻。张夫人，你也不想你的事情被你丈夫知道吧？你，张夫人，你也不过是寂寞而已，不如我陪你。张夫人一愣，怒意稍减。就在这时，我猛地拍出天雷符，急急如律令，晴天霹雳落下。张夫人连惨叫都没发出，就被劈成了焦炭。我收起尸体和储物袋，带着何玉迅速离开。不远处，楚三娘和方老都看到了这一幕，暗暗点头。回到房间，我心跳加速。张夫人一死，张怀仁肯定会更加疯狂。我取出破碎的金刚印，当前可修复法术。破碎的金刚印，怀仁肯定会更加疯狂。我取出破碎的金刚印，当前可修复法术。破碎的金刚印可投入26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金刚印2阶上品，太好了，我有了一件大杀器。何玉推门进来，我取出张夫人的储物袋，将零食分给她。储物袋里还有一个小瓶子，贴着2阶紫玉膏的标签。公子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这2阶的紫玉膏，甚至就是筑基期的体修，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好东西。何玉解释道：“筑基期体修药膏，正好我也想淬炼肉身。”几日后，我和何玉乔装打扮，来到药王阁寻找淬体功法。各位年轻才俊，我药王谷将在近日招收弟子布设考核，与炼丹有关，有意者明日到来此地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激动不已。加入宗门是我摆脱危机的最佳途径。我拉着何玉离开，准备明日再来。刚走出药王阁，就被一个青年拦住：“兄弟，借一步说话。药王谷有什么好的？不如等到入秋，我离火宗招收弟子，你再参加考核，你看如何？”原来是离火宗抢人的。不了，我拒绝道。青年恼羞成怒：“哼哼，不过是方士散修，我离火宗你还高攀不起。你明日要敢考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公子，此人好可恶。何玉气愤道。我沉吟片刻，修仙界弱肉强食，这种事太常见了。走，找方老前辈。药王谷考核在即，我无法再隐藏身份，必须尽快拿到方老的人情，作为最后的保命底牌。我查看修复点数，还剩6点，希望能治好方老的丹田。万仙楼，太阳西斜，方老和方如霜激动地撞开房门。楼，太阳西斜，方老和方如霜激动地撞开房门。小友你准备好了？现在就可以治疗。方老脸色潮红，呼吸急促。我点头。在考核之前，我先看看方老前辈的伤势，如无意外，今日就能治好。哈哈，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小友。方老哈哈大笑，祝你顺利通过考核。我伸手搭在方老腹部，如同老钟一般望闻问切。当前可修复伤势，筑基后期修饰的破损丹田，可投入3修复点进行修复，只需3点，太值了。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筑基后期修饰丹田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方老身上升腾而起。我逼出冷汗，装作虚弱的样子收回手。这就是好了。何玉和方如霜目瞪口呆。方老尝试运功，灵力畅通无阻。他震惊地看着我，激动的浑身颤抖。好了，我的丹田竟然被治好了，仅3息，不用灵药丹药神乎
奇迹。好，小友，我方坚信以后这条命都是你的，将答应你任何要求。方老激动地拉过方如霜，只要你点头，立马送入洞房。我连连摆手，拿着这个储物袋，几乎有我一半的家当。方老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，你在这青玉方氏承包天地，我会替你打理。今日药王谷考核我很看好你，要是你考核不过，你就在方氏我也会看着你，不让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。送走方老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人情到手，但我依然不敢大意。离火宗弟子的威胁，张怀仁的杀意，都提醒着我修仙界的残酷。很快我便能够加入一个宗门了。夏雨初谢，药王阁前人声鼎沸，3年一度的药王谷收徒大会开始了。外界，药王阁前人声鼎沸，3年一度的药王谷收徒大会开始了。外门长老贺清宣布考核开始，只需根据丹方在半炷香内炼制一如意气丹。我蹲在地上，捡起一颗废丹，当前可修复物品，废弃的义气丹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，修复中，修复成功。义气丹无瑕，品质极高，服用增加1年寿命，无瑕品质。我心中狂喜，这足够我通过考核。然而贺清宣布名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，我懂了。就在方才炸炉的那一刻，长老已经淘汰了我。此时张怀仁正满脸杀气地朝我冲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大喊：长老留步，我才是这次考核的第1名。全场寂静。贺清恼怒回头，你是说本长老看错了？张怀仁狞笑，好高骛远，满口谎言。长老此人满口胡言，待我拿下他。我淡定取出无瑕义气丹，长老且看，丹香四溢。贺清和众弟子惊得目瞪口呆，这还真是无瑕的品质。贺清态度大变，洞府带着我来到北边山谷，这里山原有许多山洞，深邃的洞口外铺着石板洞府。我挑眉，宗门果然不同。本长老名叫贺清，看你炼丹精湛有真本事，将破格住的是山洞。梁远，我的好徒儿，加入宗门也不是就稳了，还需要努力。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，成为我的亲传弟子。全场哗然。我外门弟子为了往上爬，同样是无所不用其极的。你凡事要留个心，立刻拜师。弟子拜见师傅，这枚丹药就当是孝敬你老人家的。张怀仁不甘心的阻拦，在下张怀仁还望给张某一个面子，将梁远留下。不甘心的阻拦，在下张怀仁还望给张某一个面子，将梁远留下。滚！贺清一掌震退张怀仁，带着我扬长而去。贺清送我一本破损秘籍作为见面礼，紫玉炼体诀，当前可修复物品。紫玉炼体诀残本，我惊喜收下，以为我亲传，不必每天到来，你好好修炼，有空再来就是。药王谷内，我摸了摸石壁青苔，眼睛一亮，当前可修复法术，时过境迁的洞府，可投入1修复点，进行恢复往日1年的时光。1修复点1年，想不到这洞府竟然也能修复。修复中，我毫不犹豫投入剩下的5点修复点。时过境迁的洞府已修复5年。就在这时，洞外传来破空声，透过麻雀傀儡，我看到一名青年乘着狮鹫落下，他面白无须，走路扭捏，眼神阴狠。里面的兄弟，我是外务殿的弟子，我师父让我留1米，我看到你在里头，我奉命前来，把师父的话转达给你。师父问你答不答应他的请求，我瞬间明白，这人是替那个有龙阳之好的外务殿长老来传话的。这小子运气真好，刚来宗门就被我师父盯上了。为了往上爬，为了修仙，相信这小子权衡利弊后，一定也会答应。青年心中冷笑。然而山洞中很快传来了我的拒绝，我心中恶心，冷冷回到谷。转眼大半个月过去，期间那外务殿的长老吴剑山与其弟子邓玉林又来过几次，开出的条件虽丰厚，但我深知此人有龙阳之好，只觉恶心至极。若非忌惮门规，我早已下了死手。好在师父贺清得知后帮我挡了一阵，但我深知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。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。时间到了清晨，我猛然睁眼，25天，刚好积累了25点修复点数。为了早日拥有安身立命的洞府，我连紫玉淬体功的修复都暂且搁置。我将手按在潮湿的石壁上，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5，当前可修复物品。时过境迁的洞府，可投入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中，瞬间地面巨震，时光仿佛倒流。破烂的洞口落下一道厚重石门，阴暗的空间瞬间变得宽阔明亮。石壁上夜明珠如繁星点点，灵泉哗然流淌，10亩灵田灵韵升腾。卧室之中更显现出一座巨灵阵的阵纹，我不由呼吸急促。不愧是曾经结丹期修士的洞府，简直是洞天福地，太好了！看来以后我在这药王谷也算是拥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。只是美中不足，巨灵阵缺少阵眼，且还没找到合适的防护阵法。外面的小湖山大阵浓雾弥漫，有些此地无银300两。次日，我前往炼器店收取废弃品，顺便碰碰运气。炼器店内热浪滚滚，打铁声震耳欲聋。在一堆废弃法器中，我眼睛一亮，看见一个椭圆形的物品，形状酷似阵眼，当前可修复法器。残次的阵眼盘可投入8修复点进行修复。找到了，我正欲收取，旁边2个正在清点的外门弟子凑了过来，一胖一瘦，满头大汗。我说这位兄弟，你加入杂物店也不错，要不怕被人笑话的话。那胖子抹了把汗，见我拿着东西，眼中金光一闪。你要这破烂玩意？他眼珠一转，嗨，零食也就1块行了，不过需要签字，我去找找，你等会。胖子走开后，那瘦子却皱眉低声道：这位兄弟，我看你刚来药王谷，不了解行情。这位兄弟，我看你刚来药王谷，不了解行情。这废弃的物品你要买下，去找炼器店长老交就行。他声音压得极低，你要是签了字，恐怕就不要零食，需要你在此帮忙打铁1年半载。我们外门弟子不容易，是宗门底层，需要做很多苦力，这么做他能够不用打铁，一枚零食买你1年半载。你别说是我说的。瘦子说完便匆匆离开，我心中一怒，死胖子，想要骗我给你当牛马。我冷哼一声，直接绕过胖子找到长老，花1枚零食买下了这废弃阵眼。又过8日，修复点数刚攒够，洞府外的傀儡麻雀便传来了警示。透过迷雾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探头探脑，正是那个炼器店的胖子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
我打开石门，兄弟，你在这里，这是你的洞府，不错啊。胖子一脸假笑，我就住在这洞府里。炼气殿的这位兄弟，阵法已经撤走，你可以离开，也可以进来坐坐。哈哈，原来是兄弟你的阵法，那好，我就进去一看，看看兄弟你的洞府摆设如何。胖子心中定是觉得我涉世未深，毫无防备的踏入洞府。然而下一瞬，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一枚金光熠熠的印章迎风暴涨，如房屋般大小狠狠砸下，地面巨震，胖子瞬间化为一滩肉泥。我收回金刚印，冷冷道：我已经给过你机会让你离开，你得知是我还是要进来我洞府？上次你在炼气殿就想我牵脉生气，这次还敢来我洞府，是你找死！捡起他的储物袋，我不禁一惊，里面竟装着上百只噬灵骨，这可是杀人灭口的利器，但需要配合专门的神念法术。处理完尸体，我拿出那枚阵盘眼，修复中，光芒一闪，玉石修复如初。芥子阵盘眼已修复，一阶中品，可布下小芥子阵法，将洞府藏于芥子中。我狂喜不已，有了此阵，洞府便能彻底隐形，即便是结丹期修士路过也难以窥探。若是没有此阵，我这结丹期洞府的秘密早晚保不住。布阵完毕，洞府大门凭空消失，只剩一片山壁，解决了安全问题。当务之急是找到操控蛊虫的功法。次日，我领了去功法殿收取废弃物的差事。偏殿内，几个外门弟子正练得脸色发紫，其中一人突然吐血倒地。我不行了，这功法有很大的弊端。长老大人，你让我实验此功法，有3枚灵石。我虽然没有坚持住，还想要灵石。说话的是个满脸褶子的筑基期老妪。还有谁要是功法的？这里有些功法大多残缺，所以试起来有代价，有经脉破损的风险。我目光扫过，在一堆残卷中看到一本分裂神眼术，奴役蛊虫的功法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老妪瞥了我一眼，杂物店的。这些试过没用的功法，以及地上的矿石，你都带回去废弃了。我收起杂物却没走。你还有事？是的，我也想试试功法。老妪咧嘴露出一口烂牙，哼哼，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虽然你不是我功法殿的人，不过也不是不可以。你挑选一本吧，只要你修炼之后撑过3炷香就行了。我拿起分裂神眼术，强忍着神魂撕裂的剧痛，硬生生撑过了3炷香。好了，醒来吧，时间到了。了3炷香，好了，醒来吧，时间到了。我装作虚弱，这法术不行，是错误的。那我买下。交易完成后，老妪忽然传音：这位小友，我修炼了一种秘法，能够看到你身上的杀意残留，死在你手中的人不少。我们是同道中人，同道中人。我心头一凛，他将我带到角落，展示了储物袋，里面竟装着成千上万的半透明生魂，甚至还有婴儿魂魄。这可不是魂魄，而是生魂，是需要从活人身上活生生取出来的魂魄。老妪自称赵云霞，想拉我入伙去凡俗界做勾当，搜集生魂修炼邪法，所以这就是个牙婆。我心中杀意沸腾，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答应了合作，约好10天后去我洞府详谈。10天后，秋意渐浓，我早已修复并练成了分裂神眼术。分裂神眼术，神念分裂，可同时控制100余蛊虫傀儡。深夜，赵云霞如约而至，我撤去芥子阵法，一脚现出身形。这里，他虽惊讶，却自是筑基修为，冷笑着踏入我的洞府，就在这里，进去说。然而一进洞府，看着满室的夜明珠和灵田，他惊得目瞪口呆，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外门的洞府？就在他分神之际，身上的噬灵骨已悄然发动，不好是蛊虫。他惊恐回头，你竟然把那本分裂神眼术修炼好了，才能操控这么多蛊？你不能杀我！噗嗤，飞剑早已贯穿他的后脑。老太婆，老不死的什么不当，竟然当人牙子！噗嗤，飞剑早已贯穿他的后脑。老太婆，老不死的什么不当，竟然当人牙子！杀的就是你，你的命是命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。我呸！我狠狠啐了一口，摘下他的储物袋，看着里面那些即将消散的生魂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恶寒与怜悯，得找个法器暂时容纳他们，否则这些无辜者就要魂飞魄散了。又是半个月过去，我再次来到炼气殿，找到了那个好心的瘦子秦苍竹。梁兄，秦兄，伴着打铁声，秦苍竹递给我一杆断裂的番旗。梁兄，你要找到的废弃的法器，番旗类的今天倒是有，就是太过破损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，快给我看看。我接过番旗，虽然破损严重，但在我眼里却是救命的宝物。这个就是。正说着，秦苍竹忽然低下头传音示警：梁兄，你小心了，上次那位想要欺骗你签字的，其实就是此人的狗腿子。只见一个面带笑容、衣着光鲜的外门亲传弟子走来，此人名为张辽，并不是什么好人。他有一术能够让人誓约，达到操控人的目的。张辽，我暗暗记下这个名字，拿着番旗转身离去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修复完毕，万魂幡一阶下品，可晋升。信息浮现在面板上，只要收纳足够多的魂魄，竟能无限提升品阶。我不禁后悔没早点弄到这宝贝，像那个人牙子老妪，就该收进幡里永世折磨，还能为我增添战力。修仙界危机四伏，外务殿无剑山，方士张怀仁都对我虎视眈眈。外务殿无剑山，方士张怀仁都对我虎视眈眈，一旦落入他们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各位，你们的死与我无关，我只能将你们收留在这万魂幡里，避免你们魂飞魄散。将来若有机会，再送你们往生。我一拍储物袋，上千道厉鬼生魂呼啸而出，被我悉数收入幡中，足足1001个生魂。我叹了口气，走出洞府。秋风萧瑟，一只精神萎靡的仙鹤从头顶飞过，我认得他，这是刑罚殿长老的坐骑。当初我刚入谷时，那位长老曾出言争抢，想必也是为了治好这只仙鹤。若能借此搭上刑罚殿长老的关系，深秋时节，我终于等到去刑罚殿收废弃品的差事。完成差事后，正巧碰见那位童颜鹤发的刑罚殿长老乘鹤归来，晚辈杂物殿梁远见过长老。
长老目光扫来，何事？晚辈略懂医术，斗胆看看，有信心能够治好长老的仙鹤。长老挑眉淡淡道：“那你试试，若能治好，给你200灵石。”我心中略感失望，看来这人情是不好赚了。走到仙鹤旁，手掌轻抚鹤顶，当前可修复灵兽，生病的仙鹤灵兽可投入医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中，片刻后，仙鹤精神抖擞，欢快地拍打翅膀。长老，仙鹤已经治好。长老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递给我200灵石。拿去。我拿了灵石便走，虽然没赚到人情，但200灵石也不少了。殊不知身后长老看着我的背影，暗自感叹：此子医术惊人，或许那个患病的后辈有救。暗自感叹：此子医术惊人，或许那个患病的后辈有救。走出刑罚殿，迎面走来一个国字脸细长眼的男子，正是炼器殿那个拥有人魁咒的张辽。他显然看到了刚才的一幕，眼珠一转，热情地凑了上来：“这位兄弟巧了，我们昨日才见到过，哈哈，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”我不耐烦道：“我没空，告辞。”且慢。张辽脸色一沉：“听说我师弟让你签字，他不久后就死了，会不会与你有关系？威胁我？”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装作忌惮：“这位师兄，你要如何？”张辽立刻换上笑脸，勾住我的肩膀：“哈哈，兄弟，我也就和你交个朋友，我们合作一番吧。我有一术，可以让人给我们打铁赚灵石。你杂物店外门弟子虽然不多，但是都可以让他们过来，你就让他们签个字就行。好，此事有益无害，既然有灵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假意逢迎，多谢师兄携带。走，我们出去喝一顿，我请客。”两人勾肩搭背走出药王谷，来到一处偏僻河峡。梁远兄弟跟上了。张辽正要过河，飞剑瞬间穿透他的喉咙。张辽惊恐回头想祭出法器，却发现灵力早已被噬灵骨吞噬殆尽，扑通一声坠入河中。我收起他的储物袋，迅速离去。回到洞府清点战利品，6800枚灵石，还有一本名为人魁咒的2阶秘籍。好东西，这邪术不仅能强行契约誓言，还能炼制人魁，配合2阶法器人魁中更是威力无穷。次日，我去灵药店收取废弃物品，在一堆烂草药和废丹中，我竟发现了一个破损的小钟。人魁钟2阶下品，破损，配合人魁咒可炼制，操控人魁。这魁钟2阶下品，破损，配合人魁咒可炼制，操控人魁。这妖巧，我心生警惕，怀疑这是试探，便没有收取，只花几块灵石买了一些废弃灵草。刚走出灵药店，一个身穿杏黄衣裙的女修追了上来。师兄，我叫陈花溪，不知道你缺不缺道侣？我想要当你道侣，只需要你给我灵石，我就算给你当奴，我也可以。她低着头，神色羞愤又绝望。我心中厌恶，冷冷道：不必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转身离开时，我悄悄留下一只噬灵骨。透过蛊虫，我看到一男一女走到陈花溪面前，男的辱骂道：呵呵，你个小婊子，扭扭捏捏的装给谁好呢？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是没有人看上，师兄我可就破你原因。女的也刻薄道：去，跟着他，看他洞府是哪一座，晚上送上门去，听到没有？原来是被逼良为娼。我心中一动，这2人名为韩子木和白蚁，既然送上门来，正好拿来试炼万魂幡和人魁咒。当晚，陈花溪忐忑地来到我的洞府前，因为借此阵法，他只看到一面光秃秃的山壁，急得快哭了。师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撤去阵法，石门显现。师兄，进来再说。陈花溪走进洞府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灵气浓郁，夜明珠如星空，灵泉灌溉着生机勃勃的灵草，正是白天那些废弃品。忘了介绍，我叫梁远，你今天说要给我当奴。他吓得后退，我放出嗡鸣的噬灵骨。师妹别紧张，其实我都知道，你被灵药店的人逼迫，我今天看在了眼里。什么？陈花溪扑通跪下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起来吧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也要真正成为我的道侣，签下人魁咒，从此便是我的人。陈花溪如获救命稻草，毫不犹豫地答应。契约结成，他红着脸低声道：那从此师妹我就是师兄你的人了。毫不犹豫地答应。契约结成，他红着脸低声道：那从此师妹我就是师兄你的人了。我任凭师兄处置。次日清晨，陈花溪羞涩地穿着衣服：师兄，你昨晚太……我笑着拍了他一下：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今天随我一起给你出气。从他口中得知，韩子木和白衣曾勒索到一枚废弃筑基丹。筑基丹，我心中狂跳，这2人非死不可。带着陈花溪去灵符殿完成差事，我顺手买下几张废弃的2阶逢春符。修复中，片刻后，8张完好无损的2阶下品逢春符出炉，诺给你。我递给他3张。师兄，你这是给我的，怎么都是无瑕品质的？陈花溪惊喜万分，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亲了一口。多谢师兄。正温存间，不速之客到了。韩子木和白衣一脸阴笑地走了过来。哟，陈花溪，你昨晚一夜不归，在此做什么呢？韩子木和白衣一脸戏谑地走了过来，白衣更是掩嘴轻笑，目光满是讥讽。陈花溪脸色煞白，我轻咳一声，将他护在身后。两位，花溪跟我了，多少灵石我给。这位兄弟爽快。韩子木眼睛一亮，立刻换上一副生意人的嘴脸。晚上你们来我洞府吧，我会给一个你们满意的价格。我说完转身便走，身后传来2人的窃窃私语。嘿嘿，这小子看来是个小肥羊。我心中冷笑，万魂幡正缺主魂，你们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当晚，韩子木和白衣如约而至，看到我那灵气逼人的洞府，2人贪婪之色溢于言表，却不知死期已至。嗡鸣升起，是灵骨悄然爬上他们的身体。这是什么？2人惊恐抬头，只见一方晶莹迎风暴涨，如小山般砸下。2人瞬间化为肉泥。我熟练地收起储物袋，取出万魂幡，将2道刚离体的生魂收入其中。就在我万魂幡里永远不得超生吧。陈花溪吓得花容失色，我淡然道：基操，以后你会习惯的。
翻查储物袋，我找到了那枚传闻中的废弃筑基丹。废弃的筑基丹，2阶下品，可修复。我心中狂喜，却强压激动收好丹药。筑基有望，但还需从长计议。次日，我带着陈花溪前往外务店打探消息，花了10枚灵石贿赂，得到一张纸条。血色矿场，这矿场冬季开启，内有筑基丹主要，但危险重重，更有2阶毒胶盘踞，需备毒胶丹解毒，且进入虚池。血色令，正思所见，外务店亲传弟子邓玉林骑着狮鹫找上门来。梁远师弟，随我去见我师父，他会为你负责的。邓玉林扭捏着腰肢，言语恶心。更糟的是，他发现了洞府的异常，必须灭口。我将他诱入洞府，金刚印落下，连人带兽砸成肉泥。整理遗物时，竟发现2枚破损的血色令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为了炼制毒胶丹，我带着陈花溪去了灵药店，正巧碰到灵药店长老炸指柔训斥陈花溪，我挺身而出，晚辈梁远见过长老，我和师妹一见钟情，耽误了时间，还请见谅。炸指柔认出了我，却对我身在杂物店颇为不屑，尤其见我要用废弃灵药炼丹，更是嗤之以鼻。我心生一计，长老前辈不如打个赌，我要是找齐了材料，你帮我炼丹如何？好，如果你输了，就脱离杂物店当我的亲传。回到洞府，我用修复点将5株废弃灵药修复如初，店当我的亲传。回到洞府，我用修复点将5株废弃灵药修复如初。不到1个时辰，我再次站在炸指柔面前，看着生机勃勃的2阶灵药，炸指柔虽不服气，但也只能愿赌服输。好，你赢了，我去炼丹。正欲离开，刑罚殿长老蔡仁成乘客而来。梁小友，蔡仁成看到我眼睛一亮，老夫有一位病人需要你出手治疗，若你答应，这2枚血色令就是你的了。我笑道：长老前辈，我有了2枚血色令。蔡仁成一愣，又道：血色矿场有毒胶，老夫有毒胶丹。炸指柔忍不住插嘴：师兄，他今日就是请我炼毒胶丹的。蔡仁成尴尬不已，最后只能承诺欠我1个人情，并提醒我多准备符宝、急速法器和护甲保命。符宝，我心中一动，符宝威力巨大，但有次数限制，可我有修复面板，岂不是能无限使用？告别长老后，我在灵药店的废弃物中发现了一个小钟，人魁钟，1阶上品，已修复，配合人魁咒，可隔空操控人魁、万魂幡、人魁咒、人魁钟3件套齐了。次日，我又去了灵符殿，正巧碰见一位高寿长老炼制符宝失败，天雷滚滚，炸出一地土坑。他娘的天雷子还是这般的威胁！长老骂骂咧咧，我看着满地废弃的天雷子，心跳加速，这可是威力堪比手雷的大杀器。我立刻上前将这些废弃符宝全部买下。回到洞府，看着面板信息，我激动万分。废弃的天雷子符宝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，只要1点修复点，就能拥有秒杀筑基期的大杀器，1点就能修复1个。这里有10个，我按耐住狂跳的心，一口气将10个天雷子全部修复。赚大了！这可是我真正的杀招。身后陈花溪娇嗔：师兄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收起天雷子，铺上石床，翻云覆雨一番，这才心满意足的独自出门。距离血色矿场开启还有3个月，我还需要一些保命法器。刚走向炼器殿，身后便跟上一条尾巴。你是？我看着面前这个笑容灿烂却难掩算计的女修，师妹爱佳佳，想和花溪一样跟着师兄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我心中冷笑，这种主动送上门的货色，不过是为了生存出卖肉体，甚至别有所图。抱歉，没兴趣。我甩开他，直奔炼器殿。秦苍主给我指了一双废弃的风雷鞋，这是长老炼制失败的风雷属性法器，你要是想捡漏，我要了。我花1枚灵石买下这双2阶风雷鞋，虽然修复需要15点，暂时不够，但这可是逃命利器。回到洞府，我发现艾佳佳竟然还在外面徘徊，这女人阴魂不散，怕是留不得了。半个月后，我故意独自外出，果然艾佳佳带着2个女修跟了上来。她洞府有阵法，肯定藏着宝贝，杀了她我们就能筑基。他们以为我是猎物，殊不知猎人正等着他们。转角处，飞剑如电，瞬间洞穿一人喉咙，金刚印轰然砸下，又一名女修化为肉泥。艾佳佳惊恐欲绝，脚边滚落一颗圆球，天雷子。轰隆白光吞没一切，我收起3人的储物袋和生魂，迅速离去。检查战利品时，我在艾佳佳的储物袋里发现一张雷甲炼器图纸，雷甲2阶上品防御法器。为了收集雷甲材料，我骑着2阶火鸾鸟前往炼器殿。刚买下几块废弃雷矿石，就被一个乞丐模样的外门弟子缠上。师兄，你的灵兽吃了我的灵米，得赔灵石。又是这种滚刀肉，我没理会，骑鸟飞走。没想到这伙人竟然骑着疾风豹追出了药王谷。嘿嘿，这小子是条大肥鱼。话音未落，他们发现身上爬满了是灵骨，不好，灵力没了。我扔出阵旗困住他们，万魂幡一挥，无数厉鬼扑了上去。惨叫声中，6人魂魄被万魂幡吞噬，尸体则被我带回洞府炼成了人魁。有了雷矿石，还缺雷积木。我去灵药店找炸指柔，你要雷积木？炸指柔看在刑罚殿长老的面子上，以1000灵石卖给我1节不入阶的雷积木。回到洞府，5点修复点下去，雷积木2阶下品，无瑕，炼器效果10倍。陈花溪惊叹：师兄，炸长老不会是爱慕你吧？这等极品材料都卖给你。我笑了笑，心中却在盘算，洞府外那群乞丐同伙又来了，既然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。当夜我故技重施，引蛇出洞，看着脚下新增的8具尸体，我满意的收起储物袋。人魁大军又壮大了，我收起战利品，身形在夜色中一晃而逝。翌日清晨，我带着斗笠独自前往炼器殿，雷甲材料已齐，可惜我不会炼器，得找长老帮忙。刚到炼器殿，秦苍竹便迎了上来，身旁还跟着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。梁兄幸会，我叫马飞，有一桩赚灵石的机缘。我冷冷打断，没兴趣。
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，多半是个坑，多半是个坑。找到正抡着大锤的炼器店长老，我拿出雷矿、雷积木和雷甲图纸，为防万一，我只取出一部分图纸。长老果然不认得，我这才放心交出材料和100灵石，过几天来取。离开炼器店，那个马飞竟然又跟了上来。梁兄，别急着走啊，我有一条财路，就是放贷给同门，放高利贷。我心中厌恶更甚，我没有半点兴趣。正欲离开，刑罚殿长老蔡仁成承喝落下梁小友，我想请你治疗的那位内门弟子回来了。蔡仁成笑容满面，显然有求于我，无论成不成，老夫都欠你人情。我点头应下。距离血色矿场开启不足1月，多一份人情，多一份保障。蔡仁成离开后，我发现马飞还在身后鬼鬼祟祟。既然找死，那就成全你。我故意引他出谷。不多时，草坪上多了一具尸体。我熟练地抽出生魂，收入万魂幡，收起尸体炼制人魁，顺手拿走了储物袋，9000多灵石。这家伙平时没少坑人。除了灵石，我还发现了一本破旧的手抄《傀儡天团》。破损的傀儡天团手抄可投入5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后，里面记载的竟是一整套飞行傀儡及其阵型。我大喜过望。几天后，我取回炼制好的雷甲，又紧锣密鼓地制作出了傀儡天团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血色矿场开启之日，杂物殿前，师傅贺青分发血色令，两眼拿着。虽然我也有2枚，但还是接了下来，乘着仙鹤前往东里山。贺青一路叮嘱，血色矿场危机四伏，最危险的不是妖兽，而是人心。最危险的不是妖兽，而是人心。抵达目的地，各派弟子云集。忽然一声怒吼炸响，远处外务殿长老吴剑山骑着狮鹫，杀气腾腾的冲来，杀我亲传拿命来。我心中一沉，果然还是暴露了。贺青脸色巨变，一把将我护住，为师替你挡着，你先进去。灵力包裹着我，瞬间冲入天门禁止，穿过隔膜，眼前景象大变，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哪里像个废弃矿场？吴剑山进不来，但出去后必有一劫，必须筑基成功。我施展脸容术，小心翼翼地探索，刚发现一株灵草，便察觉巨石后有人。哈哈，这位兄弟还真是小心。一男一女跃出，男的儒雅，女的妖媚。我们是合欢宗的人，想与兄弟联手，这我界内，我们可以共同享用。若兄弟也有道侣，大家一起同修。又是这种恶心的调调，不感兴趣。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2人的冷笑。这小子挺谨慎。摆脱他们后，我又在一处灌木丛发现一株几乎透明的灵草，这是银草，可惜过了年份没用了。树上一个御兽门弟子提醒了一句，便离开了。我摘下银草，面板浮现，凋谢的银草灵药，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后直接吞下，身形气息瞬间隐匿，仿佛融入天地。刚藏好，那2个合欢宗弟子便追了上来。奇怪，那小子怎么不见了？宗弟子便追了上来。奇怪，那小子怎么不见了？嗖，飞剑破空而至，2人大惊失色，正欲反抗，却发现身上早已爬满是灵弩。我显出身形，手持万魂幡和人魁中，冷冷看着他们。万魂幡，人魁中，天哪，这小子是个魔修！2人毁的肠子都青了。操，我们怎么招惹了这样的狠人？2颗死不瞑目的头颅滚落在地。我快步上前，收起合欢宗2人的储物袋，顺手将他们的生魂收入万魂幡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古人诚不欺我。检查战利品时，我发现了8枚传讯符，看来合欢宗弟子果然早就计划好联手行动。何玉应该也进来了，得尽快找到他。除了传讯符，还有一本血色矿场灵药图鉴，好东西。我收起图鉴，凭借银草的药效，小心翼翼地深入矿场。几天后，银草药效消退，前方传来激斗声，雷火交加。我潜伏过去，一眼便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何玉，他正与2名同门对抗2名离火宗弟子，争夺一株被毁坏的万弦荷叶。我心中一动，这可是能瞬间提升实力的2阶灵草。离火宗弟子气焰嚣张，傀儡宗的小妞真不错，我要是能和他睡一觉，找死！我不打算再隐藏，直接出手。小山般的金刚印轰然砸下，飞剑呼啸，万魂幡中厉鬼哭嚎。金刚印是他！何玉瞬间认出了我。2名离火宗弟子还在震惊中，就被金刚印砸成了肉泥。何玉的同门吓得魂飞魄散，拉着何玉就要跑，成了肉泥。何玉的同门吓得魂飞魄散，拉着何玉就要跑。梁公子，何玉却挣脱他们扑进我怀里。那2人见状立刻变脸，满脸堆笑的凑上来。原来是何玉的道侣，梁兄实力强大，带上我们兄妹如何？那个叫邓宇的甚至指着他妹妹邓之子。梁兄若不嫌弃，我妹妹也可以给你当道侣，或者随时享用。邓之子不仅不羞耻，还挺了挺胸，我心中厌恶至极。何玉，走！临走前，我摘下那株毁坏的万弦荷叶，毁坏的万弦荷叶灵药，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后，我随手塞进储物袋。邓氏兄妹却不死心，悄悄跟在身后。出来！我冷喝一声。邓宇厚着脸皮道：“那万弦荷叶我们也有份，而且我们感应到他根本没坏，我们就要跟着。遇到危险，你们必须出手。”噗嗤！何玉的如虎添翅傀儡突然暴起，利爪瞬间撕裂了2人的喉咙。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。何玉收起他们的储物袋，神色淡然。我赞许的点头。2人刚处理完尸体，前方又有人拦路。2位，老夫古雷，离火宗弟子，想与你们联手。一个老者笑眯眯的走出来。联手需要诚意，不如让我和这位小兄弟的道侣鱼水之欢一番。我连你妈！我怒极反笑。金刚印飞剑万魂幡人魁中气出，古雷大惊失色，祭出一个2阶火炉法器抵挡，却仍被金刚印砸死。我收起他的储物袋和火炉，将火炉送给何玉防身。检查古雷的储物袋时，1枚传讯符突然亮起。储物袋时，1枚传讯符突然亮起，里面传来消息：离火宗弟子发现了一株天灵果树。天灵果，筑基丹主要之一。我和何玉立刻赶往坐标地点。山窝里，8名药王谷弟子正被12名离火宗弟子围攻。中央是一棵挂满金黄色果实的小树，领头的离火宗老者古风正是古雷的兄弟，此刻正嚣张大笑。天灵果也是你们能吃
是吓的，不想死就滚！我们药王谷先发现的，凭什么走？药王谷弟子虽在叫嚣，但明显底气不足。李火宗领头的老者古风正欲发作，突然神色大变，不好，有人来了！银光一闪，小护山阵法的浓雾瞬间笼罩全场，大家小心，是阵法！我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。飞剑万魂番人魁中齐出，凄厉的惨叫声在迷雾中此起彼伏。天哪，这是魔修，是灵蛊！我的灵力没了！不到半刻钟，李火宗12名弟子仅剩古风一人，怎么可能？六大门派怎会有如此狠人？古风绝望嘶吼：“那火光是我兄长古雷的法器，你杀了我兄长！”噗嗤，飞剑划过喉咙，古风倒地身亡。我撤去阵法，熟练的收起12道生魂和所有尸体储物袋，树上的天灵果也被我扫荡一空，足足128枚。公子何玉看向那8名吓傻了的药王谷同门，我眼中杀意闪烁。同门又如何？看到我拿了这么多天灵果，活着回去就是隐患。师兄饶命，我们是同门啊！天灵果是你凭本事得来的，我们绝不乱说。众人惊恐求饶。我们是同门啊！天灵果是你凭本事得来的，我们绝不乱说。众人惊恐求饶。这时，一名杏黄长裙的女修走出：“师兄，我是灵药殿张欣，我们发现了那头毒蛟，浑身是宝，不如带师兄去宰了它。”灵药殿，我想起他是炸指柔的弟子，便收敛杀意，带路来到毒蛟所在的深潭，周围已有不少六大门派的弟子在暗中窥视。师兄，我们这就下去吗？张欣等人跃跃欲试。不急，我放出傀儡天团探查四周，确认安全后，才带着何玉骑乘火鸾鸟飞下深潭。你们别靠近，我有毒蛟丹。服下毒蛟丹，我落在潭边，灵力激荡，水面炸开，一头5、6丈长的黑色毒蛟咆哮冲出。毒蛟出来了，这小子找死吗？一个人单挑筑基期妖兽，暗中窥视的人都在看笑话。我布下小护山阵法遮蔽视线，手段齐出，飞剑金刚一人魁中万魂幡，甚至穿上了雷甲。然而毒蛟皮糙肉厚，这些攻击只能造成皮外伤。我甩出10枚天雷子，轰轰轰，雷光炸裂，毒蛟悲鸣皮开肉绽，1枚天雷子被打落深潭。我一咬牙，将剩下的9枚一股脑扔进毒蛟口中，9道天雷在他体内炸开，毒蛟终于倒下。我迅速收起尸体和天雷子，正欲离开，忽见潭水中有一抹白光，定睛一看，竟是一条白玉色长着独角的小蛇，蛟龙幼崽。我狂喜，一把捞起收入兽环，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既然是蛟龙幼崽，自然是要自己养着，以后代替火鸾鸟做坐骑。试想一下，日后筑基结丹，伫立龙头遨游9天，光是想想就热血沸腾。